好了，久违的 iPhone mini 又来了，没有开玩笑，这个是我们的 Mac mini。那现在算是最晚开箱其中一个，但是我们今天要注重的地方其实并不太在 Mac mini 本身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入门版嘛，那很多人都已经开过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跟大家讲说，如果你自己买 Mac mini 的话，那因为他们现在的里面 SSD 苹果卖的非常贵，那我们入门版的是19900，但如果你要增加你的 SSD 的容量的话，只增加到512就要再付7000块，那增加到1 TB 的话要14000。那增加到2 TB 的话要28000，变成这一台，如果你今天要加到一个，我觉得一般正常人至少需要的可能1 TB 的话，就要变成34000。那如果到2 TB 的话，这台就会变成要48000，那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的贵。苹果这个容量的价格，其实你对比外面，不管你今天去原价屋或者去任何地方自己购买 SSD 的话，这个价差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所以现在很棒，就是因为其实有人在网络上，他们开始就是用 Mac mini 里面的这个 SSD 的这个模组，然后自己去换掉上面的 SSD， 这个价格对比苹果官方本身而言就便宜很多。那我们自己也马上买回来一个，然后我们也会实际换上来拆换给大家看，然后最后再做一些速率的这些测试比较，让大家看看说，自己更换的这个流程啊，还有中间到底难不难，然后换了之后到底怎么去设置它的这个过程，我们都会把它拍下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但主要还是要讲啦，你如果做这个东西，它有多少一点风险在，就是你可能自己对这些简单拆换电脑的这个流程大致上要了解一点。那有些地方也要比较注意一点，可能拆起来的时候，它有些电线是连接在里面啊，你什么地方要拆掉，什么地方不要拔掉，那这个大家就要自己比较注意。那如果自己真的没有信心的话，那你也可以自己买好这个模组，然后请外面其他的厂商帮你拆换，这部分价格可能也不会太高。那另外的风险就是关于你的保固的部分，我自己觉得 Mac mini 这种机器，它长时间用起来，它坏掉故障的几率是偏低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很怕破保，或者说你有购买 Apple Care 的话，很担心这个3年你做这样的拆换会不会破保的话，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自己去考量一下。这个每个国家或者是你可能接触到的苹果商店的员工，或者每个情况都可能有点不一样。那有人在网络上会说，你如果是自己拆换，可以这种更换的零件来讲，理论上是不会破保，但这个我们目前也不敢这样讲。我们自己是觉得可以承担风险。那也有人会说，如果要维修的话，把它本来的组件换回来就好。这边我们也不敢做这样的保证啊。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要做这个拆换的动作的话，我心里其实就是抱它应该会破保的这个心态。但是如果可以省2万多块钱，我还觉得非常的划算。那我们今天购买这一组呢是2 TB， 那里面用的是 Toshiba 的 SSD， 这一套买起来的话，连运费的话大约6000多块，但是网络上可能有更便宜或更贵，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找。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拆换前 SSD 测试出来的速度。那我们这边在这个 Blackmagic 测试里面，我们跑了1GB， 然后跑了3GB， 那也有跑了5GB，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速度呈现起来怎么样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移动了将近23GB 的一个档案到我们桌面上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花的秒数是这样子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从外面移动了一个23GB 的档案，那我们用的是雷电的接口移到这个 Mac mini 上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花费的秒数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进行这个 SSD 的拆换，然后让大家看到过程啊，还有最后怎么设定的这个地方。那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做的话，或者在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教学，可以自己去看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现在准备好，然后其实买这个套组它就已经有给你所有的工具了，但是这不是电动的，这个是第一代的 Mac mini， 拿出来就是只是展示给大家看。那这一台其实我现在也有改过，就是把里面的硬碟啊还有 Super Drive 换掉，我记得好像换成一个 SSD， 然后配另外一个硬碟，传统硬碟，因为当初 SSD 比较贵，所以有2个这样搭配，一个纯电影档，然后一个让它纯系统，让它比较快。那这当初拆是比较麻烦一点啦，但我觉得这一次这一台 M4 看起来简单很多。大致上看起来就是比较要小心的，应该就是这边有个电源按键，那可能等一下在拆这个盖子的时候就比较要注意那个电源按键的线，不要把它勾到。其实以前的 Mac 就像 iMac 或什么都是非常简单，让人家更换，不管是说它的记忆体或是它的硬碟什么，但是后来现在变成整个模组化之后，就越来越困难。那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可惜的地方。在这个线的地方，在最后这个电源线的地方小心一点。
那我自己是倾向不用把这个电源线拆掉，但你要拆，你比较怕拉到也可以，自己觉得应该可以不太需要，就先让它放在这边。大家看它其实里面就是4个这个卡孔里面卡在那4个点而已，所以其实算蛮简单拆。那再来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螺丝。那一开始你要用的是 T5 的螺丝，那总共会有8个，那工具里面都有标好，这个是 T5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拆这8个螺丝。那你摆方位，你就可以照它就是现在这个方向的方位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每个螺丝都一样长，所以你就这样记得把它摆好每个螺丝的角度，这样等一下就比较不会出事。好，大致上这个壳就可以起来了。那因为这个下面这个线还是扣着了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是扣在这个上面，那另外一条排线是扣在这边。那再来这边会有2个 T3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 T5， 然后这边再有一个 T5。好，那就是这个风扇本身的部分。好，排线在这个地方。可以先这样放过来。那我们现在要拆的就是这个 SSD 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螺丝的话，应该是另外一个，就是他们这边有另外在附的这个 T8H。现在新拿到的 SSD 也准备好，然后给大家看到等一下放进去的方位，就是这样放进去。那我们先放旁边，然后换上我们的 T8H。你有那种塑胶夹子，但更好。但我想说，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就只有用它里面，也没有再带我其他的工具过来。好，大概有点角度，把它拿起来。那这个就记得先把它收好，那以免你以后可能要换回来，或是有什么换上去有其他问题，这个就先保留起来。那我也觉得应该先不要卖掉，不然到时候可能我不知道，有人说换回去可以出包或什么，这个我不敢讲。那反正我就当它已经过保、已经破保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换上，这个角在这个地方，刚好有一个小斜角。好，那就可以把 SSD 的螺丝拴回去。好，到公告层，那这边我们就是对好这边这个4个点，排线这边就小心一点，不要压到，这样就好。这边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的话就要做还原。那还原的话我们需要另外一台 Mac。那其实好像有用 SSD 还原的方式但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现在就这边这个接孔的地方，然后插到另外一个 Mac 上面。那另外一个 Mac 你可以先下载好那个 Apple Configurator， 那等一下打开，然后插上去之后，它就会找到这一台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让大家看到整个过程怎么样。好，那在下一步呢，我们就拿来我们的 Mac， 把 Mac Mini 先接上这个电源线。这边我拿了一个雷电的线，那我们就一样把它接到中间这个地方有雷电标志的地方，它接到我们的 Mac 上面。那都接好之后，我刚刚有说要打开这个 Apple Configurator， 你就把它打开，然后再把 Mac Mini 的地方也开机。好，那理论上 Mac Mini 就会在这边出现，那我们就可以让它进入到回复的模式。那可以看到现在 Mac Mini 闪的是这种橘色频闪的一个灯，然后等一下整个复原完毕之后呢，我们会再回到荧幕上面让大家看说，我们更新完这一次到底有没有成功，然后更新到这个2TB 的这个 SSD 之后，它整体的表现，不管是在我们跑这个硬碟的速度，还有我们实际在转档上面速度如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边 Mac Mini 刚就重置好了，那有正常的开机，还有重新它装它的 Mac OS， 那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把所有的前置的设定都一起跑完给大家看。那如果你没有自己 Mac 本身就是苹果本身加的键盘或是滑鼠的话，其实你用其他家也是可以。那你开始的话就看到这样的画面，那就可以让你的滑鼠进入配对模式，开始在闪。
然后这样的话，它等一下就会扫到你的滑鼠，然后再来就可以配置你的键盘。OK， 好，那这边就配对成功了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设定，然后再应该就是要进入键盘，然后它现在就叫你配对你的键盘 ，OK， 然后你就要输入这一串代码1116，然后再来就跟其他 Mac 的设定方式都一样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测试一下这个换完之后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系统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现在已经确认，就是我们已经更换到2TB 的 SSD。那里面使用的相容空间是22GB， 所以其实就有非常多空间可以使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跑的速度怎么样。我们一样跑1GB、3GB、5GB， 看它速度怎么样。快好多哦！刚写的话都是在2000多左右，然后1GB 的话最后好像就2700左右。哇，现在这快那么多啊！那我们再来测3。好，那我们移的档案没有非常大，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应该也不会移到几十 GB 的档案。那我们就是一般人可能也很少单一大档去移动。那我们就是用我们平常会用的这种资料夹的方式，在硬碟直接做移动。那它的速度其实跟换 SSD 之前都有很明显的进步。好，那最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现，而且这个整个拆换的过程，我觉得并不算太难。那怎样的人我推荐这样使用？我觉得应该至少有基本可以换电脑，就是换这些零组件的这些技能的人，我觉得算非常简单，不会太困难。那如果你要自己尝试这样做的话，我觉得唯一的风险就是你要去想说这个有没有可能会破保。那这边我们就不做任何的猜测跟解释啊，因为前面有讲过很多不同的方式。有人说，你原组件留着，事后要出保的时候自己再换回来。那这个看苹果自己怎么去定义，或他们事后在看你装置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去判断这样子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推荐给很多人这样使用，因为毕竟我觉得现在256GB 的 SSD 的容量，我觉得非常不太够用。那不管今天存一些照片、存影片，很容易就超过。有些人也有可能把他们的手机啊，或一些重要的系统档案备份在他们 Mac 里面。那我觉得256是超级不够用。如果你用苹果的方式去购买的话，我真的觉得太贵。我觉得既然这一次现在 Mac Mini 他们是用这种很简单 SSD 组件拆换的方式，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苹果要我们付那么多的钱，然后买到只是简单到2个 TB 就要27800左右。那对比这样，我觉得5-6千块。他们也有1TB 的选择，又更加便宜。那所以我觉得蛮建议，就是如果你需要比较大的容量，然后你觉得说，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当桌机使用，然后你可能也想做一些简单的影片剪辑啊，会放一些 App 的话，那我觉得蛮建议这种方式来用。但如果真的担心会破保的话，那其实你也可以用外接硬碟的方式。只是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方式是比较方便使用，因为你即使在这样5-6千块做这样 SSD 更换之后，你还是可以再用外接硬碟，所以算是还不错的选择。能不能很推荐大家使用吗？可能对奕晨吧，奕晨你会觉得你会推荐这样使用吗？对啊，因为他自己有在组 PC， 可你会担心破保的问题，就要有风险啊，就自己对啊，风险就要自己承担。我觉得多少有风险，但是省了2万块钱，然后去省2万块钱就可以买一台全新的，可以买2台。OK， 那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推荐，因为破保的话，你就是买一台新的啊。那对比你本来是加大概2万6上去，你也只是买到2个 TB 来说，我觉得算非常值。你可以买2台，大家可以自己看看，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拆换过程，你们觉得会不会想做这样的更换？然后对比如果要外接硬碟的话，还是自己更换，你们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片见，拜。